那所以我们现在的愿景，在想跟大家看到的这个科技的可能性跟未来，是能够让你的好服务成为客户加购的动力。那所以把 iChef 的现场解决方案，我们看的 POS 扫码点餐、线上外带、定位系统，跟9月 APP 原来的会员系统、票券、电商跟广告整在一起，变成一个自己运作的引擎。什么意思？首先看到 iChef 在过去这3年里面，其实我们就是一直想要努力去降低服务人员的压力。我们跟餐厅共同体验到了这个缺工的压力，体验到这个服务的这个压力。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包含 AI 推荐点餐、AI 的自动菜单翻译跟手机的自助结账等功能，就是要让服务人员可以 OK， 我不用担心消费者他现在需要服务的时候叫不到我会生气，因为他可以自助来完成这些事情。但在下一步是我们想要规划一个9APP 的大解决方案，这是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大家努力在讨论准备的，在台湾接受度很高的扫码点餐基础之上再做升级，让服务生不只是能够服务而是能创造业绩，而且他创造业绩的方式能够轻松的创造。其实大家都知道，桌边销售的有效性非常好。就是桌边有点餐，然后点餐人员跟你推荐说，你可以点什么东西，有效性比起 APP 推播啊，比起 email 啊，比起那个 pop-up 的广告有效太多了。那但是大家忙不过来，说老实话，光是要把结账人员消化掉，光是要把点餐消化掉这件事情都已经来不及了，其实没有很多时间来做这个介绍的东西。所以如果我们要他希望能够卖东西，他能够协助营业额的上升，你要希望他不忙。那所以第一步，我们叫做先减负，减少它的负重，所以通过自动化把点餐跟结账让它变得更少。第二步再赋能它，让销售这件事情变得简单。那我们待会会讨论怎么样让销售这件事情变得更简单自然。那第三步则是给他动机，设计 incentive 来去让他觉得做这件事情他是会得到鼓励的，他是会得到肯定的，他会得到情绪的价值。那这些过程必须要很单纯、很自动化、很快速能够完成。那但是在要推广什么商品这件事情，大家就犹豫了很多。譬如说，大家会说，我其实没有这么多冷冻包，我也没有这些食品包可以销售，我要它卖什么东西呢？有什么东西是我的餐厅可以卖给消费者的？那其实台湾有一个很主流的消费文化叫餐券，或者是大家日常比较常看到的是咖啡券。这几年以来，从便利商店会鼓励大家通过 APP 来购买券。那当我们发现一个独特的，就是咖啡券，因为 iChef 跟9APP 这边服务很多餐饮品牌，那其中也包含像是咖啡因或者是全家他们的APP。那我们就会注意到有些业者他们做了很多销量是很有趣的，是有100杯，消费者一次会买100杯的这样买的量。那谁会买100杯来自己喝这个券的量？但很明显，它其实是拿来送人的，它是工商使用跟拿来送人的。那所以这件事情给我们很大的启发。其实在美国来讲，它就是一个 gift card， 是个礼券，就是你买来之后是送给别人的。只是台湾我们现在比较常用的事情是咖啡，因为咖啡是一个简单的很容易送给别人的东西。但其实餐厅的礼券是很主流的做法，在美国。那有时候我们去 Costco 也会看到。那你就说台湾也有餐券啊？台湾的餐券以前是在旅展卖的嘛，就是 buffet。我在2000块钱的餐，在现场买可以1200的这种 buffet 破盘6折价的券。但我们在讲的不是这种，我们在讲的事情是，你们活用桌边的这个结账的时候，应该是提供2000块的券，1800购买，让他觉得这一本我一次买这一张，因为服务生会辨识出这个客人其实蛮常来的。那如果我觉得，你都很常来，要不要就是一次买我们的这个券，还比较便宜，而且这个券如果还是数位的，你也不用自己带着，那你之后每一次消费就会有10到15% 的折扣。让推广是针对在一个很有利的场景，就是周边的服务，针对很有利的对象，以条件来发动，那就让你可以节省大幅的折扣金额。所以关键不是最便宜，而是要能够去推动他首次进行购买。我第一开始使用券，那同时这个券你可以使用方式，对于餐饮集团来讲的话，你也不是全部都是用在自己的这一个餐厅品牌里面。你可能是买这个券6000块钱的，买3个2000块钱的餐，但是多送一个1000块钱的折价券，是可以到你的子品牌去，进而能把你本来在主力餐厅、主力品牌消费的客群，能够透过这种方式导流到
你其他的品牌去。那同时这个票券也要能够分赠，这也是咖啡券里面我们看到的这个事情，说它能够分赠之后就能够带来新的客人。那同时你手上还有券的时候，也会提高你再回去同一家店消费的频率。那到底我们在讲的是什么？其实这已经是很成熟的产品，大家在市场上都可以看得到，是可现买现抵、跨门市使用的多次用的餐厅礼券。那所以它是一支多次券，你买一次可能买5、6、7、8、9、10张，然后现买就可以现抵。然后再来是发票先开，就是他买的当下就拿到那个全金额的发票。然后以及它是可以做跨品牌组合的，刚刚讲到，我可以一次买这个券5张，里面是3个是 A 品牌，2个是 B 品牌。那它也可以用各种方式去做组合来做导流。那以及最特别的一件事情是，91APP 这边提供的事情是免押金的解决方案，就不用再押履约保证金，是简单讲是我们押，91APP 帮你把这个履约保证事情给处理好，你就不用再去做处理。那所以这是一个高效率的新获客跟留客的管道，而整个购买跟核销都会在 POS 跟扫码点菜里面自动完成，所以不用再另外开启一个装置平板，然后另外要有人要记得我们有哪些券，然后要记得核销的方式，不用，全部都是跟你扫载具一样，很快速的自助就可以完成。那餐券它其实是带来了2个成长引擎，第一个事情是它会提高消费者的回购率，它只要手上还有券，消费者就会更愿意再回来。本来1年来一次的熟客，比如你说我很喜欢哪一家餐厅，我很喜欢那个烤鸭，我是喜欢它的。有些时候1年1次，你就会觉得自己是熟客，我每一年都有回去。但如果他手上有券的时候，他可能会变1年2次。我也没有让你每个月吃了，但因为我还有，所以我可能就变2次，所以回购率有可能会提高，它的回购率就会提高，多增加50%，它就能够变得消费的频率变得更高。那再来则是分赠可以带来新的客人，可以转赠是这件事情。比如说我很喜欢这个品牌，我很喜欢这个餐厅。那如果我对我的同事或者是我的爸妈、我的家人、我的朋友，我会说啊，你要去试试看，我送你一份礼物，你就可以把券直接转给他们。那就像送咖啡券一样，他就只要把链接丢给他，他就可以收藏，他到店里面就可以做使用。那所以送礼这个行为会触发互相招待，进而让带来本来还没有来吃过的消费者，他体验过之后，希望又能够再推动你的回购引擎，那你就能持续带来更多的新客。好，那我们知道可以不只是卖包装商品，即便你没有包装型的商品，你也可以卖券，而且不用另外压现金，然后这件事情都可以自动化，很简单就可以做成。